连续，然后就好像被拘留，然后他一直被困在这个环境里面，一种压抑的感觉。I'm excited to be showing this with you guys. It seems to be a Taiwanese game, and it's about that scariest of subject, school. 这个游戏发生的大环境背景就是台湾的非常著名白色恐怖节。Like this stuff is really cool. I love the setting. It kind of reminds me if you've seen like old Asian movies. 不管从画风、从 BGM 还是从剧情，都非常的耐人琢磨。一开始我们根本不会这么认为，说这款游戏会热烈到今天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我们都是意外到一个不行。返校是围绕中学生方瑞欣所发展的故事。他因为家庭破碎，把情感投射到老师身上，因而卷入了三角关系。在禁忌的时代，他向教官告密，泄露争取思想自由、有情敌在内的读书会名单，结果引发了一连串悲剧。我们就抓了几个关键词，然后从前面一开始是恐怖，恐怖的背后是禁忌，禁忌的背后可能是整个社会氛围造成的。我说，台湾其实过去曾经有一段戒严的时代，虽然对我们来讲那是不太熟悉的年代，但是从一些你说亲戚长辈或者是一些某些文献里面看到那个好像蛮适合那样子的环境。先从一个比较传统的恐怖的脉络进去，好像说，这间学校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有鬼怪在那边四处的移动，隐隐的感觉到说，女主角好像有什么样子的过去。我们就可以掺杂很多民俗的要素在里面，像是黑白无常的那个大门，那或者是像最后结尾的时候，方瑞欣要那个拔杯。第3章就是一个精神领域嘛，用录音机来切换它那个记忆的频道。再来就是往他最后的那个面对自我的审判嘛。我们是把它当成一个有点文学作品在做的，所以即便解谜这么游戏机制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说它能够象征到剧情背后的一些事情。我们就要做蛮多的这种考究的问题。我跟敬恒那时候就会去看，当时的一些文献、报章杂志、一些相片或者一些摄影记录。我们有看《恋恋风尘》《无言山丘》这些电影。然后我觉得对我自己在做的时候，我很主要的就是借鉴这些电影的方式要试着自己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方式去呈现怎么样去做打光这样子，怎样去做构图。就像是布袋戏社那个地方，他一进去他就会感受到一个沉沉的那种压抑感，这样子那种昏暗的灯光然后前面有一大坨这样布袋戏然后呢加一些粒子的特效，然后呢弄一点点就是像灰尘或者是烟雾的东西，最后再整体把整个那个场景做调色，这些东西会让画面上的呈现它会更有它的生命力。因为我的风格就是带一点点半写实，然后有一点插画的感觉，然后有一点点拼贴这样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我这部分就是返校的关卡设计，就是我会先列一个攻略的图，就是玩家会走的路线这样子的东西。每一个阶段他要玩什么机关，比如说你会解八卦锁
或者是割喉拿血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在看整个流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我当初设计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要给玩家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再把这个感觉在音乐上面应该怎么表现，我再写给魏凡这样子。我会告诉他每个音乐的时间点要在哪里进来，然后他的情绪会是什么，就是我这首听起来要是悲伤的、惆怅的或紧张的。他只给我2个重点，第一个就是氛围要达到，第二个是他希望里面有一些台湾的乐器或者台湾民俗的特别的声音在里面。我们讨论的东西是很大范围的，我们可能讨论的东西是20分钟、30分钟的东西，所以它会变成有很多很像电影、戏剧的铺陈、暗示。在剧情里面，女主角跟张老师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外面可能有一些人要进来抓人了。我希望有一个很画龙点睛的东西，让这个部分的情绪更强烈。于是我们后来就决定，我们用人声，因为整个游戏大概4个小时都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东西。到这个时间点，我们用了这个方法去推那个情绪的时候，基本上那个情绪会变得非常非常强烈。它是一个很深沉的，你想要呐喊却没有办法呐喊的那种悲哀。坦白说，你每次听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困扰？就是我没有我靠，这到底要怎么弄啊？怎么叫做空泛啊？对啊，就是有时候我们对啊会丢出一些很妙的形容词，这样跟你讲说，我音乐听起来要很空虚，这样。对，要很惆怅，惆怅，这一点是最难的吧？惆怅那一惆怅这样。他都是影片上面打字给我，然后比如说那个主角被怪杀了嘛，然后说，然后上面那个 GG Ambience。那我就觉得他最厉害是连给这种你知道，连给这种文字内容序量这么低的东西，他都可以写出东西来。返校的文本大部分是咖啡写的，我觉得很特别。咖啡它是一个大叔的形象，可是它的文字的内涵就是非常的少女。此时此刻，只想投入你怀抱，聆听你的细语，感触你的气息。这时，白鹭走进了我的手心，多么意外，多么惊喜，多么想留住这一刻，直到永恒。他其实内心是很纤细的，就是跟他的外面是整个反差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们公司6个人的男生，然后没有人有办法掌握这个东西啊。然后你去写说，谁有办法去掌握一个就是在那个时代底下，然后那样的一个少女情怀，到底应该怎么表现在文字上面？结果你做到了，我的老天啊！对，会搞混，对，我一直搞混这2个字，他的操作不错，是啊，我们几个人就是平常嗜好就是喜欢玩游戏，也会觉得是说，为什么平常我们都是在玩日本人做的游戏，老美啊、欧洲人。有时候想想开玩笑的在讲说，我们也蛮不平衡的，就我们知道你们那么多，就是对我们知道也太少了这样子，对，所以有一个想要推回去的感觉。A fortune-telling poem from the temple. Turn the wheel with the laws of universe to reveal the path ahead. 其实就光靠台湾的市场本来就会稍显不够一点，对，所以说其实一开始的规划就是我们一定要走国际，我们一定要试着把游戏卖到欧美。Should I throw the dice? Yeah, let's do it. I've seen people doing it. I think it requires 3 dice. Oh. 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有打算把英文文本这件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有回来验证到啦，就是说确实需要把最基底的那一个文本做到好，人家才会愿意协助你去开发更多其他的资源。Заперто. Не думаю, что там кто-то вообще есть. 就有一些玩家他们自主性的就帮我们翻译，就整个文本。
西班牙文也有，俄文、韩文。那前阵子有人写信来说要翻意大利文。原本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然后到后来它不但有了一个故事的核心，它也有达到一个深度跟广度。整体想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啊。我们能不能做一个游戏，或者是一张专辑出来，能够跟国外的人放在一起，让大家觉得我们的东西也很棒？我们已经有一条路了，我也知道那个方向，那为什么我们不全力去做呢？就是拼啊，就是拼尽全力啊。